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，如果还没订阅可以订阅一下，如果还没追踪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。这是我今天要演讲的地方，冈山国中，等一下要跟国2跟国3的学生演讲。那我现在要想一下，我等一下要跟他们分享什么，就是大概就是分享一些故事吧。我之前也有去一些国中演讲过，那今天就稍微记录一下。如果学生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，我会把它拍起来，然后分享给你们。好，那就跟着我去演讲吧。给大家看，生来职业达人，生来生涯。应该是好都可以，反正就是我今天是主讲，那应该会跟大家分享，就是大概从事美发经过吧。因为今天好像是国2跟国3的同学，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你知道人生解惑。但国2跟国3还没有人生解惑吧？应该是要协助大家寻找到自己的兴趣。那这就是今天的场地，是不是有一种国中会议室的感觉？而且我觉得这会议室还蛮多人的，因为老师说同学会有100多个人，就是国2跟国3都一起来嘛。好啦，期待我今天的分享喽。好，那他现在呢是个很有名气的美发师，然后他开了一个高雄最大间的美发沙龙。那老师年纪很轻哦，对你们来说只是个大哥哥。好，然后他念的竟然只是树德的资料处理科。结果走到了美发的这条路，而且他是个男士，好，然后进一个很大的公司。我国中的时候就是走路会这样子的人，我不想要有任何一个风吹到我的头发，然后我就是那种经过汽车，我会一直看着汽车的那个反射镜。我没有在看我自己长得怎样，我小时候根本就不知道长得帅跟长得丑的差别，我只是在看我的头发有没有乱掉。15岁离未来很遥远，但它又很近，因为你18岁就成年了，就在3年后，你就会面对自己的人生了。你要去哪一间大学读书？你要读什么科系？你想要交什么样的朋友？你想要住在哪里？甚至你想要出国，就是接下来都是你的决定。所以我觉得15岁是一个很难的年纪。我要先跟大家讲，在你出了社会之后，排名不一定是你的能力。有时候真的只是运气而已，我自己是这样想的。或许你现在在这里可能是第2名、第10名、第15名，那是用分数在决定你。可是出社会之后，我觉得排行榜不一定是你的能力。我出现在这里，最大的关键并不是要大家学美发，我只是要告诉大家，我做了选择之后，其实后面的路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。你们有没有想问的问题？为什么都可以？老师月薪多少？月薪哦，我月薪多少？因为我现在做的事情还蛮多的，所以我现在月薪蛮不固定的。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怎么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挫折？有没有怀疑过这个真的适合我吗？我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想要放弃的，我也想要尝试做过别的工作，所以我才鼓励大家其实是可以多接触的。那我也是做了别的工作之后才发现，我好像真正的比较喜欢做发型这件事情。我现在要跟大家说，你现在读书上或干嘛，你的生活中一定会有挫折，但我觉得挫折也没有关系吧。我觉得挫折这件事情没有关系，是来自于这个挫折不会让你死掉吧。其实我们的挫折感都会来自于观察别人，我们都是透过别人的生活经历来平衡自己，觉得自己的挫折感没有加重。他这么好，他都不在乎，那我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你就越来越沉重。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，多花一点时间，挫折都可以推过去吧。我是这么想的。老师才32岁，也有这样的一个体悟。是同学就是很佩服老师这么年轻就是老板，然后又有分店，然后又是 YouTuber， 真的是斜杠青年哈，斜杠青年。加油，当斜杠青年。对，斜杠青年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身份，但是他很努力得来的。但是同学对老师这种生涯规划非常的好奇，他有一个问题要问老师。好，你说。老师你几岁结婚？30岁。一个很正常的年纪啦。我觉得养小孩是一个你口袋要有能力，脑袋也要有点能力，所以这2件事都有，再有小孩也比较好，在这里鼓励大家。我告
知道大家就是总是会有人跟你说什么不好，会有无限多个人认为你要选择那个不好。那个原因在于你要走那条路他没有走过，大家都对陌生的路感觉到不好，因为你要走的那一条路我没有经历过，我也没有尝试过，所以我无法鼓励你，跟无法肯定你。我觉得有时候可以体谅一下长辈，他只能替你决定那一些他曾经看过的跟感受过的，最起码你不会错。比如说你跟我说你以后要当网红，那我是以前的爸妈，我就会觉得不好，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职业是个职业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我无法保护你到未来。如果你想要说服他，你可以找超多例子啊。譬如说，你可以开始去做功课，我以后要当网红。那如果你妈跟你说，你怎么会去做这种功课？然后你就可以说，可是他已经当10年了啊，这代表你是一个有做功课跟对未来有交代的。不然，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中，我觉得大家也不是反对啦，就是因为陌生感吧，担心比较多。你可以去寻找更多的功课跟更多的资料，去告诉他你做到。有人曾经在这条路上过，比如说我要变蔡阿嘎那样，他们大概是怎么走的？我以后也要这样，类似这样。我没有说要变蔡阿嘎，我只是随便举个例而已。但是如果能这样清楚的讲出来的话，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棒的沟通。我觉得在面对未来，尤其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敞开你们的心胸，跟你的父母亲沟通，因为有时候你要前进的那个梦想，不止你的意志力，还需要有一点钱的支持，你需要爸妈。对，同学尤其是到时候选填志愿，不要等到你要交志愿卡的时候才发现，我爸不同意，我妈不签名，他是你的财主。所以一定要找时间跟父母沟通。如果你怕到时候他反对，与其怕他到时候反对，不如提早告诉他，给他打预防针，然后再沟通。那老师说我会怎么决定他的头发？那通常第一个就是我看他头发有一点点翘，就是他头发会翘，所以我可能会希望他剪完是吹干的，就自己会是好整理的。老师的头算是头角很大，后面很扁，他头是比较像是一个黑板，就是比较正方形的，会比较正方一点。那以亚洲人来看的话，我会觉得他的看起来比较2D，他会比较没有那种3D 感。那我可能会希望他的比例变得比较圆润一点，然后朝这个方向去解决。成为发型师最重要的就是观察力。老师头发会翘，不是因为他有严重自然卷，是他有习惯塞耳后的关系。那塞耳后塞久了本来就会翘，女生都知道吧？就是会有一个奇怪的痕迹。那我可能就会设计在一个他塞耳后以后放下来也还算好看的感觉。所以我不会把两边剪太短，因为剪太短它就不能塞耳后。他剪完的时候只是把它比例变好，那下一位同学的变化可能会稍微大一点点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这个样子，就是头发比较短，就是你会觉得变化比较少的发型，但它其实像这样的发型里面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做的。那它可以变，应该会帅一点吧。剪头发最基本的还是要问一个人要剪怎样，所以如果他没有问你的话，下次不要再去拍剪了。我现在镜子就是大家的眼睛，问大家，就是你们会有那种你心里面有一些梦想的发型，或者是你无论是在电视上、网络上看到，然后你会觉得每次去剪头发，怎么都觉得怎么差这么多那种感觉。因为我小时候很常有这个状况啊，我很好奇大家是不是也这么想？我发现是人的问题。发现是人的问题。他说有一股不安感哎，会吗？现在会不安吗？还可以吧。我告诉你，很少人有机会坐在100多个人前面被剪头发，那你今天算是享受这个过程。他头发其实没有很长，所以我们保留它很多长度，只是把它比例跟轮廓做好而已。
我刚刚已经演讲完了，还帮同学剪了一个头发。我刚刚演讲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没有讲得太深太多，但是我在想，国中的时候应该都是高中跟高职的选择吧。那支援我的话是选高职的。我自己觉得，在我们以前那个年代选高职好像真的是比较不会读书的人，但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多元的发展。我想要鼓励同学们，就是无论高中或高职，我觉得都会是不错的选择。而且我觉得关键是不是你选择了一辈子就会那样？就像我读基础科，我也当发型师啊，每一个选择都有改变的空间，所以我觉得不要害怕选择。那选的话就可以把它做好，发现没兴趣再转个头。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，而且在这个年代，很多人有不一样的技能啊，就像我会剪头发，我也会剪影片，然后我在当发型师，我也同时当 YouTuber。总之鼓励大家就是用心的做选择，然后选的话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，反正不喜欢就再换一个。我觉得探索跟尝试才是15岁到18岁，甚至到20几岁都还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刚刚在演讲上的时候说，15岁是一个很美妙的年纪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小大人，在3年后你就会成年了，好像到大学毕业20几岁，你还有一段时间。总之，选择不会只有这一次，你可能选择高中、高职，你以后还要选择大学、选择科系。总之，就是不要害怕去选择就对了啦，反正就尝试看看。希望大家未来无论工作或学业上都很开心跟快乐。重点就是不要害怕选择，就算不满意也没有关系，以后还可以再换。人生又不是只做一次决定。OK，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你的发型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